在1948年的一个清晨，历史的车轮缓缓转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了东京朝押监狱的一座小小的绞刑台上。那里曾经震撼世界的7位日本二战甲级战犯，包括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人，即将面对他们罪行的最终审判。这一刻不仅仅是对他们个人的审判，更是对整个二战时期罪行的审判，以及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反思。1948年，世界刚刚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反思。日本作为战败国之一，其领导层的罪行显然不能被简单忽视。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7位日本高级军官的审判，不仅是对他们个人行为的审判，更是对整个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审判。东京审判不仅仅是一场法律上的审判，它还承载着道德和历史的双重重量。这场审判的开展，标志着国际社会对战争罪行的正视，也是对国际正义和人权的一次重大维护。通过这场审判，国际社会试图给予那个动荡时代一个明确的答案：战争罪行，无论其背后的理由有多么充分，都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随着我们深入探索这一历史事件的每一个细节，我们不仅会发现更多关于审判过程中的争议和挑战，还会看到这场审判如何影响了后来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社会对战争罪行的态度。我们将具体分析东京审判过程中出现的关键争议点，以及这些争议如何塑造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正义。我们将详细揭示审判过程中的挑战，以及审判对全球政治格局和国际法律体系的长远影响。通过这些深入的探讨，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1948年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还能从中吸取教训，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更好地维护正义和人权。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探讨1948年东京审判的深层次意义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触及那些审判过程中出现的关键争议点。这些争议不仅展现了国际法在处理极端战争罪行时的复杂性，也反映了不同国家间在法律和道德观念上的巨大差异。首先，审判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成为了讨论的焦点。一些批评者认为，东京审判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胜者审判，即所谓的正义者自我正义化的行为。他们质疑审判的公正性，认为这是一场由同盟国主导的政治审判，而非纯粹基于法律的审判。这一观点引发了关于战后处理和国际法公正性的广泛讨论。另一方面，审判过程中的法律程序和证据标准也饱受争议。由于战争罪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如何在缺乏先例的情况下确立一个合理的法律框架，成为了一个巨大挑战。此外，对于证据的收集和评估方式也存在争议，特别是在处理涉及大规模屠杀和人道罪行的证据时。尽管存在争议，东京审判在国际法史上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次审判首次明确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这两个概念，并将其纳入国际法的框架内。这一创新对后来的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后续的战争犯罪审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先例。除此之外，东京审判还促进了国际社会对战争罪行的深入反思。通过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的残暴行径，审判帮助世界更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和对人类的破坏性。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后续国际和平与安全机制的建立，如联合国的成立和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东京审判对日本社会本身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审判过程中公开的证据和证词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真实面貌，促使日本社会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这种反省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展望。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和对和平的承诺，可以看作是对东京审判精神的一种延续和实践。回顾东京审判，我们不仅看到了正义的实现，也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这一历史事件不仅仅是对二战日本领导人的审判，更是对整个国际社会在面对战争与罪行时的一次深刻反思。
通过这次审判，国际社会开始逐步建立起一个更为公正和完善的国际法律体系，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类似事件。东京审判的故事不仅仅是历史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深思熟虑。随着对东京审判深入的剖析，我们进一步发现，这场历史事件不仅在国际法律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在全球政治和文化认知中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审判的过程与结果，对于战后世界格局的重塑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东京审判作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其意义远超过对特定个体的审判。它代表了战后国际社会对于战争罪行的一种态度和立场。这种立场不仅仅在法律上追究责任，更在道德和文化层面上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定位。审判的结果不仅是对战犯的惩罚，更是对整个时代的一个总结和对未来的一个警示。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东京审判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它的进行展现了战后国际社会力求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的世界秩序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体现在对战犯的审判上，更体现在对战争本身的反思和对和平的追求上。审判之后，世界各国逐渐意识到建立持久和平的必要性，以及共同制定国际规则以预防未来战争的重要性。文化和道德层面上，东京审判对于全球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审判将战争的残酷现实展现给了全世界，使人们意识到和平的宝贵和战争的灾难性。这种认识不仅影响了当代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对后代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对历史的记忆和反思，人们学会了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更加珍惜和平与和谐。另一方面，东京审判也为战后的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自我重建的机会。审判过程中揭露的事实，使日本民众对战争时期的国家行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促使日本社会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推动了日本从军国主义到和平民主的转变。日本在战后的和平重建和经济发展中，逐渐成为一个重视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东京审判带来的正面影响的体现。最后，东京审判也启示了当代国际社会。它表明，在面对历史的罪行和冲突时，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通过法律和道德的手段来实现正义和和解。这一点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日益复杂的当今世界，东京审判提醒我们，面对冲突和不公，我们需要团结一致，通过对话和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共同维护一个和平、公正的国际秩序。综上所述，1948年的东京审判不仅是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更是一个时代的审判和反思。它对国际法律、政治、文化以及道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今天的世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和启示。通过回顾和学习这段历史，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过去，也能更明智地面对未来。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在深入探讨了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之后，我们必须指出，尽管这次审判在很多方面都开创了先例，但它也暴露了国际法律体系在处理大规模战争罪行时的局限性和挑战。这些挑战不仅仅在于法律程序本身，更在于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公正和平的理念，以及如何通过历史教训促进国际社会的共同进步。东京审判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面对历史的罪行时，法律手段虽然必要，但并非万能。法律审判可以给予公正的裁决，但它无法完全治愈历史的创伤，无法完全弥补战争带来的损失。因此，除了法律审判，还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努力，包括教育、对话和记忆的保存，来共同面对和处理过去的罪行。东京审判对后世的影响还体现在如何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来促进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正确记忆。通过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可以教育新一代，使他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平的宝贵，以及认识到预防战争和促进国际和谐的重要性。
这种教育不仅限于学校教育，也包括公共教育和国际文化交流。此外，东京审判也对国际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为后来的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处理类似的战争罪行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框架和先例。这一点在今天依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的世界仍然面临着战争和冲突的威胁。东京审判提醒我们，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法律机制，对于维护国际和平和正义至关重要。最后，东京审判对于推动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和理解也有重要意义。通过审判的过程，世界各国能够共同反思历史，学习如何避免重蹈覆辙。这种国际合作和对话不仅对于处理过去的冲突和罪行至关重要，也对于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的未来世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文章的结尾，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东京审判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它留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依然深刻。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未来的指南。通过认真的回顾和分析东京审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加珍惜和平与和谐，同时也能够更加明智地面对未来的挑战。东京审判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面对过去的罪行，我们不仅需要法律的裁决，更需要历史的记忆、文化的理解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这是一段值得所有人深思的历史，也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和责任。